用朴素的茶具还原真实的茶品。大家好，我是真茶君啊。今天的茶艺是知觉 UP。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主要是来学习和讲解茶友寄回来的茶。这个是茶友寄过来有好多天了啊，我们一直忙于其他事情未做评价啊。他寄回来几款弯弓的茶，这个是弯弓的饼茶，这个是弯弓的散茶。那我们今天先来评测一下这款弯弓的散茶。大家近距离来看一下这个散茶，条形很细啊，这个揉捻的条形它也非常细，从这个条形来看都比较细的一个茶。好，阿凡，你看一下这个茶形条形怎么样？什么样的香味？感觉怎么样？有股淡淡的花蜜香。有一股花蜜香是吧？对，球比较细嘛。比较细。暂且不说它是不是弯弓茶，我们来开汤试一下。我相信这个茶友记的是应该是一泡茶，但是我们再用克称，根据这个盖碗，我们投1:20的比例，投8克左右，有多少8.27。好，那我们全部投进去冲泡一下。从这个条形来看，细条形，这个树种它不是特别大。弯弓啊，在我们的认知里面，它是属于义乌片区的茶。义乌是属于勐腊、西双版纳、勐腊县来说，义乌片区的茶条形是相对来说比较细小。好，我们已经开汤，汤色如何？刚开的汤啊，这个条形非常干净，挑拣的黄片也比较不错，底子也比较干净。但是这个茶汤是偏黄，开汤闻下，这个杀青不是高温来做杀青，泡出来你感觉蜜香怎么样？好像怎么样？然后你把它倒了之后闻杯底的蜜香，这个蜜香比较重。这个是蜜香还是可以，但蜜香越重的茶啊，普文要跟大家讲解一下，蜜香越重的茶可以在制作工艺是可以做一个调节的，一个发酵和一个揉茶，可以直接调节这个蜜香重或者不重。好，我们来冲泡喝的第一口。这个茶按我正常的判断来说，闻了这个蜜香之后，水路一定很细。根据这个汤色，我们基本上能判断。好，我们来品鉴一下，香气可以啊，有点汤中带蜜香，不是花香。对，入口比较顺，水路比较细，回上来有点淡水味，没什么苦涩。没有苦。对，我们泡第二泡，生津感还是比较快的，而且锅底的那种味道是没有。普文初步判断这个茶它是机器杀青了，还是机器揉茶。汤色啊，第二泡它明显加深，蜜香也加重了。汤中的蜜香加重有几个特点，这个视频当中为大家讲解。其实这个茶它的叶底，待会我们看的时候，它的叶底会偏老，它是偏暗沉，而且喝得进去的那个水细度啊，其实是一个发酵的一个比例问题。如果你的茶发酵，尤其生茶发酵几乎没有，它的水柔度它不会那么高，发酵程度决定了它的水柔度。待会儿去看叶底，它一定有红叶，有红感，有红叶一定会有含偏那种灰色的叶底啊，就是这样一个基本特征。我们焖泡一下，这个茶的整体甜度来说涩度也很低，苦也几乎没有。暂且普文不来评判这个茶是不是弯弓和义乌还是班章还是冰岛，我们不来评判，因为我们可以通过工艺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包括它的甜度和涩度，包括它的苦，我们都可以通过工艺的加工来改变它的特性，包括香型，我们都可以通过工艺来改变。所以对于茶友来说，不要执着的去追求于一个茶什么地域香、地域特色，那仅小而微而已，这个太细微了，就有些东西导致了偏离了一个方向。但是我们喝茶谨记一点，只要这个茶生态 OK， 那就这个茶是好茶。现在是焖泡吗？是的。好，2分钟之后，我们这个茶见真晓。好，你是否感觉舌苔开始变色了？对，喉咙这里开始有点顶了。因为这个茶它是通过了一定的发酵来减低了它的苦涩但是这个涩还是明显的。喉咙顶说明这个茶不是国有林当中的生态非常好的一个茶，而且这个茶不是大树茶，因为它的气场不够，茶气不够，你喝进去的那种纯净度和茶气都不够。对，
所以这个茶为什么会回上来淡淡的水味，它有一定的道理。因为这个喉咙开始干了比较顶啊，也比较干。所以为什么我一直会跟你在讲，从某一款茶开始给你做分析，让你去了解什么样的工艺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才会导致这个茶会这样。当你懂得了这个方向的时候，你来评判茶，你来喝懂这个茶是很容易的，因为我们需要通过工艺去解决我们犯的错误。我们制茶人需要通过工艺去解决原来我犯的错误不能那样做我要改变。对，就是这样。这个茶焖泡时间出来之后，3分钟之后，你会发现这个茶的汤色那个绿色很浅，黄色升起来升起来。比如说春茶刚做出来的一个春茶的一个新茶，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它的叶底是有部分发酵的，而且它的发酵程度相对来说比绿色的那种要深很多。茶条的颜色是根据发酵程度的不同，它的颜色开始不同的，所以你会在茶条当中看叶底的过程当中，你会了解到它是一个什么样一个状况。所以你在日后的制茶过程当中，包括你对其他茶的评判过程当中，马上知道。好，3分钟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出汤看一下是不是跟普文说的一样。大家看一下这个茶汤，刚用了滤网，现在没有滤网，我让大家近距离看一下这个焖泡的茶汤。好，大家仔细看一下这个茶汤现在呈现出什么颜色？红茶的颜色。好，我们在顶部往下看，低温杀青造成它的白膜有多少？再看一下茶汤是不是变糊涂了再看看底部茶汤这角落里面光线强的地方全是白膜。所以说这个茶在制作过程当中杀青完之后肯定有焖到过，而且焖泡这个前面不苦，它一定会出苦涩来我们喝一下品鉴一下，而且你会在茶汤当中闻到发酵的味道，你闻一下，就红茶发酵了对略微的味道。苦不苦？苦马上就出来了，苦涩度特别强，特别苦。所以这个茶我们再来叶底跟大家做一个近距离的评判，让大家完全知道这是工艺造成了这个水稀度，造成了这个苦涩低，并不是某一个地域的茶才特有的。对，我们要认真的，我们要真实的输出给我们的茶友，让大家都清清楚楚，包括我们自己要有一个强烈的意识知道。所以说我们不要去过度追求那些名山，追捧那些名山，不要去逐利，我们做一个诚实的茶人，我们匠心的茶人，做一个，我对你们的期望也是这样。好，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叶底，近距离看一下，有黄有红边红梗，这个叶底脱水相对来说比较严重，这个叶底脱水相对来说会比较严重。制作的时候你看这个造成的红梗几乎都是有红梗，几乎每条都是有红梗。低温杀青，但是它的低温杀青处理在杀青之前，它的含水率茶条含水率过高了，所以出来这种现象过于严重。大家看一下，我拿出来叶底都是这样。但是普文又要跟大家讲，这种叶底并不是说不能储存，只是说前期相对来说喝都会比较好。通过这个茶条，这个茶条上面有黑黑的点，其实这个茶它是手工杀青的，这些就是手工杀青的印证，不是手工揉茶的，它用机器揉了几分钟。对于这个茶的工艺跟大家已经讲清楚，希望大家能够在后面购买的茶当中引起一些注意，正常的去品鉴普洱茶不要以乱七八糟的工艺来冲刺这个普洱茶，尤其是我们这些制作人这是要引起重视，因为这是对茶友的负责，对自己的一个负责。好，今天的视频讲解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咱们下期见。好，下期节目见。